在不久前结束的 TGA 上，黑神话被小机器人偷走年度最佳，似乎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不同意见的支持者们在网络上打得你来我往。然而屏幕前的你可曾记起，在那无人关心的小角落里，一款在发售前号称自己是史上最大制作规模、首次开放世界化，同时也是2024年 PS5 重点宣发的游戏，却在媒体出分环节惨遭 MC70加档位滑铁卢 ，TGA 上更是颗粒无收，不仅没拿到奖项，连提名都是个零，存在感甚至比不过隔壁的《龙之信条2》。哦，你说的是浪人崛起啊？谁是浪人崛起啊？哎，你这个 PS5 版本的烟月16声怎么画面跟我的 PC 版有点不一样啊？让我们来看看 M 站用户如何评价《浪人崛起》这款游戏。0分评价，太糟糕了，到处是 bug， 还有 PS3 级别的画质，我必须退款并取回我的 money。4分评价，我本想像喜欢人王2那样喜欢这款游戏，但我做不到。忍者组是怎么从神作人王沦落到这样的地步的？游戏不算太糟糕，但是完全达不到他们的10分水平，这简直是平庸之作，只是在努力的模仿对马岛之魂。10分评价，这是一款扮演幕末武士的开放世界游戏，你可以自定义角色并成为版本龙马的左膀右臂。游戏的内容丰富不同的势力派系供你探索，尽管玩家的选择不会改变历史的结局，但故事充满了背景和深度，激发肾上腺素的战斗无需重复和背板，而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走向精通。浪人崛起是有史以来最被低估也最伟大的武士游戏之一。卖相差，大概是路人玩家对忍者组的第一坏印象。遗憾的是，在浪人崛起的身上，我依旧感受不到哪怕一点符合 PS5 世代标准的画面表现。看起来有点恐怖谷的纸糊全地形马，高饱和度的鲜艳色块在我的屏幕里排列混搭，死亡打光直接把我捏的漂亮妹妹变成了油腻大妈。虽然有语音，但是绝大部分时间主角都是个面瘫哑巴。就这个浪人崛起的卖相差呀，它是全方位的差，不只是技术力不行，美术造纸也是一塌糊涂啊。即便是经过筛选和高 P 的游戏截图，放在 PS 商店里跟其他的游戏比，都像是某种小作坊的黑心产物。还没看到介绍就吓退了不知道多少用户。当然，忍者组的技术力并非完全没有进步，至少现在他们终于能搓出来一个别人已经玩烂了的开放世界了。尽管在内容的填充上采用了经典的育碧式清单项，说人话就是罐头，但浪人崛起很意外啊，应该是近几年来我通马桶和跑腿任务最舒畅的一回。它不像对马岛跟你讲东方意境，决斗前搞个拔刀动画，戏谑点整个排剧朗诵，喧嚣的风儿指引你前进的方向，也不像大镖客讲究沉浸感，吃个饭有慢动作，掏个枪有慢动作，干啥都有慢动作。每天下班回家打开浪人崛起，支线任务暗插快进，剩下的只有战斗爽；解锁新区域标记头目飞过去，剩下的只有战斗爽；扫荡据点清空小兵，剩下的只有战斗爽。战斗后等着你的是金色传说，打开宝箱全是金色传说，爆装备全是金色传说，支线奖励也都是金色传说，还有种类颜色多到爆的衣服和幻化系统，直接就给我完成了奇迹暖暖。有一说一，新选组衣服可太帅了吧！对于一个清单开放世界来说，直接在地图上把马桶奖励标出来真是太文明了。浪人崛起的清单项填充简而言之属于吃得快拉得也快，没前摇没后摇，垃圾时间也少。虽然吃的时候吧可能完全没有消化，但拉的时候也是真的通畅，并且还想再继续吃。加之地图很小，导致本作的开放世界体验形成了一种一个兴趣点结束7、8个兴趣点等着我的充实感。这种永远不缺目的地的感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找回了玩王国之类的快乐。那么在跑酷玩法、滑翔伞以及高塔点的设计上，浪人崛起也的确从塞尔达和刺客信条里借鉴了大量灵感。钩爪滑行和建筑群共同构成了游戏的城市穿梭系统，而这一系统又和解谜内容有机结合。本作的地图不论是大结构还是小结构上都有一定的垂直设计，虽然肯定比不过野炊王类，但也不失为一种战斗间隙的乐趣。比如找哈基米和宝箱都需要我在屋檐和楼顶间穿梭寻找正确的前进路径。比如第3张图有个浪人跃起的奖杯，需要从海拔很高的清水寺出发打开滑翔伞。虽然这个地方后面主线任务必定会来，但我在瞎逛的过程中提前看见了寺庙，又该怎么过去呢？又比如本能寺这里也是明显的场景解谜。当然了，
老玩家肯定知道什么开放世界、跑酷啊都是天头，动作系统才是他们家游戏不得不品尝的部分。尽管本作大幅简化了动作系统，但拿到市面上的动作游戏里一比啊，只能说依然找不到对手。9种武器类型，48种流派，3段架势切换，武器功能多样化，防御、闪避、识火，青春版残星、自颠和流转，还有加点数和各类道具。起码动作这块啊，绝对是不缺内容给你研究的。光是前期把各种武器的模组和打法尝试一遍，都得花上玩家不少的时间。当然，本人并非动作游戏高手，也没能力给大伙演示什么暗夜难度极限输出啊。这里单单说一个我关注到的设计上的细节，那就是浪人崛起一大多的设计思路在同类型游戏中其实是遥遥领先的，既有通过达成指令条件抑制敌人的攻击欲和触发群体的低 buff， 比如成功识火或者击败头目削弱据点内敌人的整体战斗力，也有联动游戏的其他系统缓解玩家一大多的压力，比如滑翔伞下蛋、连续暗杀、左轮处决起手速度更快，钩爪可以勾住敌人的道具，处决的时候也可以把敌人甩出去，等等等等，可以说提供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平衡玩家1对多的设计方案。考虑到近几年市面上的动作游戏 ARPG 普遍存在敌人一多就尴尬的问题，浪人崛起的这套方案显然更加有参考价值。视频播到这里，可能有的人就要说了，哎呀，这 UP 主不是铁人犬吗？浪人崛起都能吹，如果真的哪都好，怎么会只拿70多分呢？如果真的这那都没有问题，怎么连个小奖提名都捞不到呢？是的，孩子们，你们没有说错。其实不管是地图转向开放世界，还是战斗转向反射弧训练，实际上都是忍者组乃至整个光荣拓库魔为了更大的受众市场做出的妥协。但是安田，代价是什么？首先，开放世界让忍者组本就贫穷的技术力雪上加霜。作为一款首发独占 PS5 的游戏，浪人崛起在画质 PS5 减2的同时，性能表现也算不上好，完全打不过隔壁的剑心。画面表现拉垮尚且可以自我催眠，但要是性能表现拉垮，可就真的影响到一个动作游戏的基本体验了。帧数模式下，我的出版 PS5 甚至在游戏的开头2小时就已经力不从心，开局雪中打老师这疯狂掉帧，要知道这个画面可是只有 PS3 的水平啊！往后的流程，同屏人一多就卡顿，特效一多就掉帧，火刀电脑掉帧更是已经习以为常。而对于视频前面夸的部分提到的城市穿梭加垂直解谜，慢慢的也产生了多了就腻歪的效果。随着游戏中后期公式化，雷同的垂直谜题越来越多，好奇变成了折磨。开个宝箱要先做个题，打个头目也要先做个题，甚至想要触发某些传送点和 NPC 任务，还要先给我做个题。你们吗？那么忍者组重中之重的 A 动作的部分，简化系统的代价也必定会在实际游戏中体现。为了推核心机制的识火，挖掉了传统的重攻击键，识火的存在感过强，以至于压过了其他所有的动作内容。比如我自己就是，整个一周目全程就没怎么按过防御，闪避也就偶尔按一下吧。毕竟识火以略高的风险带来了数倍于闪避防御的回报，凭什么不选识火呢？就算失败了，我也能蹭个刀不是吗？而蹭刀恰恰就是这个机制的特别所在。大众理解中的弹反，智昂的 L1 抖刀，浪人崛起的弹反，按下去就是触发，失败不能秒续，必吃大后摇。由于底层逻辑实际上是拼刀衍生弹反，而不是防御衍生弹反，本作面对高速头目时连续识火判定非常的严苛。加之砍不了几下就大喘气的精力条，以及后期敌人动不动就连续临阵起手的红光攻击，导致浪人崛起的战斗体验在京都篇章后被导向了一个可能连制作人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向。玩家发现，与其在拼刀输出中打出弹反，还不如站桩先等着敌人打过来再弹呢。虽然我自己一直是用连续拼刀中木压的思路在玩这个游戏，毕竟这么打着显然更爽嘛。但不可否认的是，
先等着敌人的攻击再弹反，的确能让浪人崛起玩起来更简单，也更无脑。这种被动思维战斗带来的负反馈，往往不是玩家被卡进度、过不去某个 BOSS。事实上，我自己黄昏难度随手清清任务统统马桶，基本也已经对所有的敌人形成等级压制，甚至后面京都和重回江湖，我都感觉 BOSS 战有点过于简单了。不是打不过，而是明明有着更复杂的动作系统，却因为弹反地位抬得太高，被迫沦为鸡肋。对比之下，闪避、防御、武技啊，几乎全成了摆设。你完全可以只按10回合平 A 通关这个游戏，甚至无需研究任何流派和武器，战斗体验变得过于单一。就好比饭店给你上了一桌满汉全席，结果能吃的只有一只烤鸡。快的时候1-2下弹反追击就能结束战斗，慢的时候半天滚来滚去，精力狂掉，不靠实火也没办法强打对面蓝条。结果就是 BOSS 明明只有1滴血，却硬是撑了100秒。虽然但是，一味批判本作的战斗系统开倒车，在我看来也并非完全合理。不同流派的实火在模组手感和适用场景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敌人的进攻也都能找到非常规律的弹反节奏型。敌人 AI 常常在抬手后的连续攻击和踱步观察间切换，并且攻击距离往往有限，这和之前的人王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玩家而言，最自然的打法当然也是一边观察一边再找更好的实火点。堪比应有级别的攻防节奏感，让浪人崛起的弹反体验并不像只狼要死个几次背个几板，而是完全可以靠木呀，比如一边后退一边有选择性的弹刀，以及在追击中调整劈砍节奏，利用部分动作后更大的预输入制造弹反空间。在叙事上，狼人崛起采用多线互补加群像剧的形式，展现幕末时代的大小事件。游戏中，你将穿越15年的时间跨度，以虚构的引刀身份和这段改编自真实历史的故事产生联系。在横滨，在江户，在京都，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外国人。你会遇到以下角色：全日本第一位女性西医，幕府最后一任大将军，现代柔道的创始人，发明家小岛秀夫，虚假的艾爆，真正的艾爆，以及新选组的各位近藤勇、土方岁三、冲田总司，完成他们的委托，建立共同的羁绊，然后和他们谈恋爱。还那么害羞？要了，杰哥不要了。怎么说呢？尽管游戏里有名有姓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但具体到任务和剧情，你懂的，多少嘛沾点魔改。以及虽然选择了倒幕运动作为背景，游戏的主题却并不偏向倒幕派，而是供玩家自行选择，周旋于倒幕派、幽默派和外国人之间，可进可退，立场堪称十分灵活。本作的流程推进模式类似于大镖客，每个阶段每个地区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围绕不同角色的任务，达成一定完成条件后，就会解锁一个关键性的主线任务，来推动游戏的继续。而浪人崛起的亮点在于采用了一套具有一定自由度的对立任务和交叉叙事。我经常在帮助一方势力的途中偶遇另一方势力，并为后续的支线埋下伏笔。里面的很多人可不是什么复制粘贴的路人甲，都是群像剧的一部分。不过呢，也正因为本作的支线剧情相比人组以往的游戏交叉过多，实际游玩中产生了很多前后世界线不一致的 bug， 经常出现，我明明已经在 B 支线那里认识了你，你还在 A 支线这里跟我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玩家认识角色，角色却不认识玩家的奇怪情况，以及随时随地扮演幕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高级雇佣兵的心态。前脚还在幕府大骂，哎呀我操，倒幕派怎么这么坏呀？后脚就跟着倒幕派去砍人放火的黑色幽默。总的来说，浪人崛起是一款有着不少槽点，但也展现忍者组各方面进步和开发方向转变的作品。游戏庞大的内容量足以支撑我近50个小时的游玩，虽然简化，但是强调高速和节奏的战斗。虽然公式但内驱力极强的大世界探索，非常多角色共同构成的群像故事，都给到我很多高分游戏都没有的强烈正反馈。即便这款游戏的卖相的确很差，但 MC70多的分数也是对它的严重低估，特别是在今年很多游戏集体分数大膨胀的前提下。粗剑最终为浪人崛起打出9分，鉴定为2024年玩过最爽的动作游戏。